10对相克的食物组合，看似营养，实则相杀。第一对竟是早餐标配。从小到大，你妈是不是总在念叨，螃蟹和柿子千万不能一起吃，菠菜和豆腐会得结石？我可以明确告诉你，大部分是谣言。但有一些食物组合，虽然不至于像砒霜那样致命，却真的会互相抵消营养，加重消化负担，甚至引发不适。本期世界探索站为你独家揭秘10对真相杀的食物组合，全是现代营养科学的警告。第10名，茶加肉类。很多人的餐后习惯吃完大鱼大肉，马上来杯浓茶解腻。这样做，你的铁就白补了。茶叶中含有大量的鞣酸，而红肉、动物肝脏等富含血红素铁，这是人体最容易吸收的铁。鞣酸会与铁离子结合，形成不溶性的沉淀物，极大阻碍了人体对铁的吸收。长期如此，容易导致缺铁性贫血。建议饭后至少间隔1至2小时再喝浓茶。第9名，海鲜加大量维生素 C。流传甚广的海鲜配维 C 等于砒霜，这个说法极度夸张，但有那么一丁点理论基础。海鲜中可能含有微量的5价砷，理论上，大剂量的维生素 C 可以将其还原为有毒的3价砷，也就是砒霜的主要成分。但要达到中毒剂量，你需要一次性吃下数十公斤的海鲜，并同时服用数千毫克的维生素 C， 这在现实中几乎不可能发生。真正的问题在于，对于肠胃敏感的人，海鲜的高蛋白和水果的高鞣酸或果酸结合，可能引发消化不良。所以，吃完海鲜，隔一段时间再吃水果或补充维 C 更稳妥。第8名，牛奶加巧克力。这个组合的问题在于，牛奶富含钙质和蛋白质，而巧克力中含有草酸。钙与草酸结合会形成不溶性的草酸钙，这不仅会降低牛奶中钙的吸收率，而且长期大量摄入还可能增加患肾结石的风险。虽然偶尔喝一次问题不大，但不建议作为日常的营养饮品。第7名，白萝卜加胡萝卜。这个组合的主要问题在于营养的内耗。白萝卜富含维生素 C， 而胡萝卜中含有一种叫抗坏血酸酵解酶的物质，它会破坏掉白萝卜中的维生素 C， 使其营养价值大打折扣。虽然对身体无害，但从营养最大化的角度看，这是一种1+1小于2的搭配，建议将两者分开烹饪食用。第6名，动物肝脏加富含维 C 的蔬菜。动物肝脏富含铜、铁等金属离子，而青椒、西兰花、番茄等是维生素 C 的大户。当它们一起烹饪时，肝脏中的铜离子会加速维生素 C 的氧化，使其大量失活，失去抗氧化和增强免疫力的作用。这又是一对营养内耗的组合。建议烹饪肝脏时可以搭配洋葱、蒜苔等对维 C 影响较小的蔬菜。第5名，香肠加乳酸菌饮料。加工肉制品如火腿、香肠、培根，为了防腐和发色，通常会添加亚硝酸盐，而乳酸菌饮料在某些条件下可能含有胺类物质。当这两者在酸性较强的胃里相遇时，可能生成强致癌物亚硝胺。虽然离开剂量谈毒性是伪科学，但长期这样搭配确实会增加潜在的致癌风险。建议尽量少吃加工肉制品，也少喝高糖的乳酸菌饮料。第4名，菠菜加豆腐。这个说法流传极广，但真相只说对了一半。菠菜确实富含草酸，豆腐富含钙，两者结合会产生草酸钙。但是，这个结合过程主要发生在肠道里，形成的草酸钙会直接通过粪便排出体外，反而减少了身体对草酸的吸收，从而降低了肾结石的风险。真正的问题在于，如果你单独大量食用菠菜等高草酸蔬菜，草酸被吸收进入血液后，再与尿液中的钙结合，才会增加肾结石风险。所以，解决方案不是不一起吃，而是在烹饪菠菜前，先用沸水焯烫一下，去除大部分草酸。焯水后的菠菜再和豆腐一起做汤，就完全没问题了。第3名，柿子加高蛋白食物。这确实是有一定道理的。柿子，特别是未完全成熟的柿子，含有大量的鞣酸。当鞣酸在胃酸的环境下与螃蟹、牛奶、酸奶等富含蛋白质的食物相遇时，会导致蛋白质凝固成块，并与柿子中的果胶、纤维等物质纠缠在一起，形成难以消化的硬块，俗称胃柿石。轻则引起腹痛、腹胀、消化不良，重则可能导致肠梗阻。建议不要空腹吃柿子，不要吃未成熟的柿子，并且吃柿子前后1至2小时内，尽量避免食用高蛋白食物。第2名，啤酒加海鲜。原理很简单，我们吃的食物中有一种叫嘌呤的物质，它在我们体内代谢后的最终产物就是尿酸。尿酸太多了，
就会在血液里结成像小针一样的尿酸盐结晶。这些针一旦沉积到你的关节里，就会引发刀割一样的剧痛，这就是痛风。而海鲜，特别是虾、蟹、贝类，就是嘌呤炸弹。啤酒呢，它不仅自己含有嘌呤，更坏的是，酒精会促进体内尿酸的生成，同时抑制尿酸的排出。这两者相加，等于是一边疯狂生产小针，一边又不让小针排出去，最终在你的身体里来了一场尿酸海啸，极易诱发急性痛风，让你痛不欲生。第1名，豆浆加鸡蛋。豆浆富含植物蛋白，鸡蛋富含动物蛋白，两者一起吃，听起来简直是蛋白质的双倍暴击，营养满分。这是他骗了我们几十年的核心逻辑。问题出在生豆浆或未彻底煮熟的豆浆中含有的一种叫胰蛋白酶抑制剂的物质。我们的身体需要胰蛋白酶来分解和消化蛋白质，比如鸡蛋里的蛋白质。而这个抑制剂顾名思义，会抑制胰蛋白酶的活性，就像给消化蛋白质的剪刀上了一把锁。当你同时喝下豆浆，吃下鸡蛋时，豆浆中的胰蛋白酶抑制剂就会妨碍你的身体去有效分解和吸收鸡蛋中的蛋白质。结果就是鸡蛋这么好的蛋白质，有很大一部分可能就穿肠而过，被白白浪费掉了。好消息是，胰蛋白酶抑制剂不耐高温，只要将豆浆彻底煮沸，并持续沸腾5分钟以上，就可以将其大部分破坏掉。但真正的陷阱在钾沸现象，生豆浆加热到80至90摄氏度时会产生大量泡沫，很多人误以为已熟而关火，因此你很难保证早餐店的豆浆是否进行了彻底的煮沸，这也让豆浆配鸡蛋的营养组合充满了不确定性。好了，今天介绍的这10对香砂组合，哪一个最让你感到惊讶？你是否也曾因为错误的食物搭配而感到不适？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让你恍然大悟，对你有实质性的帮助，请不要吝啬你的点赞，并分享给你所有关心饮食健康的亲朋好友。感谢您的收看，下期也会给您带来更精彩的内容。